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沉香如屑，严旦为什么800年都走不出忘川？不是因为他爱应渊。在沉香如屑中，严旦被应渊带往天刑台，途经了吴桥时，他再次向应渊寻求答案，却仍无果。绝望之下，他毅然跳下了吴桥。幸得应渊倾尽全力守护住他一丝仙灵，只要他能渡过忘川，便可踏上凡尘之路。严旦决绝表态：我会步入忘川，让你目睹我忘却你的全过程。谁料此一去便是800年之久。严旦缘何迟迟未能走出忘川？难道是因为对应渊情深意重，难以割舍？实则另有隐情。严旦渴求的不过是一份明确的回应。严旦，一个有着坚定意志的倔强女子，在剧中多次展现出她的决断力。一旦她下定了决心，无论结果好坏，她都会倾尽全力去实现。正因如此，当应渊让她深感失望时，她毅然决定要将他彻底忘却。剧中严旦对应渊的失望之情从几个微妙细节中流露。首要的是，应渊未能辨识出严旦，反而将芷溪视为恩人，这令严旦心生失落。为了顾及姐姐的感受，严旦并未向应渊揭露真相，甚至化身为姐姐的模样，默默探望应渊。严旦对应渊深感失望，未曾深究为何他赠予珍贵灵芝的对象是自己而非芷溪。同样，他也不解为何应渊会让自己去采集花露疗伤。此刻，严旦内心已是一片绝望。第二点，谈及那尊莲花香炉，乃应渊亲手雕琢之作。严旦在对应渊心灰意冷后，孤身前往的崖的狗蛋居，偶然瞥见那香炉，便携其返回天宫。他下定决心要将其付之一炬，此举无疑是他绝望心境的映照。第三点值得关注的是应渊的那件披风。这件披风曾伴随应渊救他于危难之中，因此对他意义非凡，他一直小心翼翼地收藏着。然而，当他的物件被逐出偃虚天宫时，那件披风不慎掉落。他本欲上前拾起，却遭到迎灯的冷嘲热讽。那一刻，他毅然转身离去，心中再无丝毫留恋。在了吴桥上，他质问应渊是否真心信任自己，然而应渊却避而不答，让他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之中。基于这些原因，他最终下定决心要割舍这份情感。严旦难以释怀，源于他渴求一个明确的回应。既然决心割舍情感，为何仍难以忘却？严旦踏上忘川，心中涌现出与应渊共度的点滴，原想借此重温过往，而后释然忘却。然而，当记忆之门敞开，他方觉部分往事并非自己昔日所想象。他忆起偃虚天宫岁月，应渊的关怀历历在目，那些看似严苛的责罚，实则深意藏于其间，助他修炼精进。他还记得与应渊共赏星辰的美好时光，二人共骑鲲鹏，畅游天际。又忆及应渊细心指导他修改《创世英雄传》剧本，甚至亲手为他抄写天条，一切往事皆成心中温暖回忆。他忆起的崖共度的幸福时光，赠官以振其志，燃身以治火毒，情深意切，无微不至。他脑海中浮现应渊梦中的场景，那画面里他们甜蜜相伴，更共同孕育了一位惹人喜爱的小生命。回忆往昔，点滴往事涌上心头，他恍然领悟，应渊或许深藏情感，只是自己未曾洞悉。领悟至此，他心生不舍，不愿再将应渊遗忘，期盼他能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回应。或许他细细品味着这些回忆，逐步深入挖掘，终能自行找到那个答案。应渊对严旦的亏欠，并非情感的债，而是未解的谜。严旦流连忘川，非为爱意所困，实为寻求一解。他所追寻的答案，
便是应渊心中是否真有他的一席之地。因此，应渊欠颜淡的不是情感的施舍，而是那个迟迟未至的答案。应渊情窦未开，堪称呆萌憨厚。对于情感之事，他一头雾水，更遑论窥探颜淡内心的秘密。他的心中唯有守护颜淡免受情罚这一坚定信念。正是这个想法，让银灯得以趁虚而入。银灯身为女子，深知颜淡心意，她刻意在应渊面前搅局，声称火刑比刑罚更合适，以此阻止应渊坦诚对颜淡的深情。而颜淡，他不在乎任何外在的得失，唯独渴望得到应渊一个明确的回应。倘若应渊早在万川河畔坦诚内心，颜淡或许早已放下执念，步入忘川，迈向新的人生篇章。此生他心愿已了，无需再执着。然而应渊并未给出颜淡所期盼的回应，颜淡只得孤身踏上漫长寻觅之旅。这一追寻竟耗时900年之久。囚禁颜淡长达900年的，并非单纯的情爱，而是他对答案的渴求。这份对答案的执着，反倒使那段情感在他心中愈发根深蒂固，难以释怀。此生已落幕，期盼来世颜淡能得偿所愿，等待心中答案揭晓。